大家好，我是 Nancy，一位生活在加州硅谷的房地产经纪人。很多客户在买房时都不太了解地基的不同类型和区别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分享一下在加州地基有哪些常见类型，以及我们该如何维护、检查，避免未来承担不必要的大额修复费用。在美国，不同地区土壤条件和建筑年代会采用不同的地基结构。以下是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。第一种是有爬行空间地基 （Crawl Space Foundation），这种地基在潮湿或者土壤容易积水的地区较为常见。房屋地板下面有一个爬行空间 （Crawl Space），支撑结构为木梁或钢梁架空。优点是便于水管、电线安装和检测，也较容易修补。但缺点是，如果排水不好或通风不良，容易发生潮湿、虫蛀、木材腐烂等问题。第二种是混凝土平板地基 （Slab and Grade Foundation），这是在加州、南加州等地非常常见的一种地基。房子直接浇水泥板，在地表不留爬行空间。优点是结构简单、施工快速、成本相对低，也几乎没有地基虫害问题。缺点是，万一下水道或电线需要维修，要破开混凝土比较麻烦，成本较高。遇到漏水问题时候，排查漏水位置相对比较困难。维修时需要打开水泥修补，成本有时候甚至高达上万美金。第三种是地下室类型的地基 （basement）， 这种地基在美国北部、东部或气候较冷的地区常见。房屋下面有完整的地下室空间。优点是增加室内可用面积，适合做储藏或居住空间，还能形成更好的隔热层。缺点是建造成本高，如果排水设计不好，地下室容易积水或渗漏。第四种是桩基 （Deep Pile Foundations），在需要穿越软土层或地质条件不良的地方，工程师可能会设计桩子基础，让房屋荷载通过柱子传到更深、更坚固的土层或岩石上。这类地基通常用于大型建筑或复杂地块。优点是稳定性强，但施工复杂，成本高。那买房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判断地基状况呢？这里有几个实用的观察要点。第一，注意墙角、窗框、地板等位置是否有裂缝，特别是倾斜裂缝或逐渐变大的裂缝。第二，走在地板上是否感觉不平或者踢脚线出现变形。第三，门窗是否出现卡住、缝隙不均的情况，这可能是地基变形造成的。第四，观察房屋外部是否有地面下沉或倾斜的迹象，比如庭院或车道的裂缝。第五，了解排水系统与历史记录，看是否有过水灾或长期积水的情况。第六，查看卖方提供的房屋或者地基检查报告，这能揭示潜在的结构问题或者地基里面的裂纹与积水等等。在维护方面，即使地基稳固，也要定期保养，以延长使用寿命。第一，保持良好的排水设计，地面应有向外的坡度，防止雨水聚集在房屋周围。第二，避免树木根系离地基太近，以免吸水或牵拉造成结构松动。第三，防止过度浇水或漏水导致土壤软化。第四，定期检查裂缝变化，请专业人士评估是否需要加固。第五，若在翻新阶段，可以考虑增加防水膜或排水系统。总结来说，地基是房屋的根本，直接关系到居住安全与房屋寿命，在卖房时候也会影响房屋的售价。不同地基类型各有优缺点，买家在选房时应了解房屋结构，并仔细检查地基状况。通过定期维护和专业评估，可以有效预防沉降、裂缝等风险。如果您在看房或买房过程中对地基问题有疑问，或想了解如何请结构工程师进行检测，欢迎随时联系我。别忘了点赞、留言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获取更多湾区买房的实用资讯。我是 Nancy， 曾帮助超过200个湾区家庭买卖房屋。我们下期见。